松下幸之助从小学辍学到日本首富。有记者曾经问松下幸之助：“您从不到100日元起家，打造了影响世界的松下电器帝国，请问您成功的秘诀是什么？”所有人都在等他分享独门战略，可他只是反问了一句：“如果下雨了，你会怎么办？”记者愣了一下，说：“当然是打伞。”松下幸之助点点头，说：“对，就是这样，下雨了就打伞，这就是我经营企业的诀窍。”这句话听起来像句废话，可人这一生最难的就是在暴雨倾盆时还能有打伞的冷静与常识。从9岁家道中落，远赴大阪当学徒，到22岁拿着100日元艰难创业，从1929年大萧条的灭顶之灾到技术骨干集体出走，松下幸之助这一生淋过无数场大雨，而他每一次绝处逢生，不过是做对了一件事：看清风雨，顺应规律，把该打的伞打起来。今天我们来讲一讲松下幸之助的经营哲学。1894年，松下幸之助出生在日本和歌山县和佐村。他的家里有一些土地，祖辈在当地也受人尊重。作为家里8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，幸之助小时候不需要为吃穿发愁，是被家人疼爱着长大的。可这种安稳很快就被打破了。幸之助6岁那年，他的父亲因为投机米市失败，把祖传的房子和土地都赔掉了。原本体面的日子一下子变得很艰难。更不幸的是，大哥、二哥、二姐相继病逝，短短几年里，原本体面的家庭瞬间坍塌。后来他的父亲听说大阪有一家火盆店要招学徒，于是为了生计，9岁的幸之助小学还没毕业，就一个人坐上了去大阪的火车。车站上，母亲泪流满面，她一遍遍叮嘱儿子：“出门在外，你就要懂事了，要好好努力。”到了大阪以后，幸之助在火盆店的第一份差事就是看孩子。有空的时候，他还要擦火盆、打杂。为了把火盆打磨好，他常常要用木贼草擦上一整天，手上全是伤口，痛得扎心。但没想到火盆店只开了3个月就关门了。师傅又把他介绍到一家自行车铺做伙计。但对这个9岁孩子而言，体力活其实并不辛苦，寂寞才是真的难挨。白天店里人来人往，他要忙着做事，到了晚上四周安静下来，他心里的委屈就爆发了一样，想家想妈妈，几乎每晚都在被窝里流泪。可哭完以后，第2天还是要起来做事。贫穷、离家、孤单，没有伞的孩子只能在雨里快跑。从火盆店的打杂、擦拭木贼草，到手掌流血，再到自行车铺里整整6年的摸爬滚打，幸之助在贫穷与孤单中迅速长大，从一个什么都不会的孩子变成了一个勤劳能干的少年。这6年里，大阪这个城市也在变，街上已经有了电车，越来越多地方开始装电灯。幸之助看着这些变化，他想去学电器。虽然心里对自行车铺的生活满怀留恋，可他隐隐觉得电器会改变更多人的生活。于是他托姐夫帮忙引荐去电灯公司。那段时间，他就离开了自行车铺，暂时寄住到姐夫家里，等待新的机会。可电灯公司一时没有空位，他也不好意思在姐夫家白吃白住，就先去水泥厂做搬运工。
就这样熬了3个多月，大阪电灯公司终于有了消息，15岁的幸之助成了室内布线工程负责人的助手。每天他推着装满材料的手推车跟在负责人后面，一天要帮5、6户人家施工安装。那种车很重，别人推起来吃力，可幸之助在水泥厂推过水泥呀，推起来就不觉得辛苦。前面吃过的苦，到了新的地方变成了他的底气。他太喜欢这份工作了，每天接电线、装电灯，不管多累，努力学，认真做。有一年夏天，他到一座有200年历史的寺庙安装电灯。寺庙的天花板夹层又闷又热，灰尘扑面而来，几乎让人喘不过气。可他还是蹲在那里，一根线一根线的处理，汗水很快浸透了衣服。等工程做完，他满身尘土，狼狈极了，心里却觉得踏实又痛快。勤奋努力，做喜欢的事，会做到忘我，这就是松下幸之助。出色的工作让他很快就得到认可，短短几年就被公司提拔为检查员。这个岗位主要是检查别人前一天做好的工程，有问题就让对方修改。对很多人来说，这是求之不得的好位置，工作稳定，收入有保障，日子也轻松。可幸之助心里却越来越不安，他觉得时间像被空耗掉了，不甘心只是这样闲下去。那几年，电灯开始进入普通人家，可很多人家里还没有墙壁插座，能取电的地方就只有天花板上的灯泡接口，想多接一盏灯或者临时用一个小电器都不方便。于是幸之助开始琢磨，能不能做一种小插头，让人从灯泡接口上接出电源。他自己动手做出样品，兴冲冲地拿给领导看。没想到领导只说了一句不行。这句话像一盆冷水，直接浇在幸之助心上。可他不甘心，这个小插头虽然不起眼，却能给很多家庭带来方便，是普通人真正需要的东西。他知道，如果继续留在现在轻松安稳的岗位上，也许一辈子都做不出自己想做的事。于是22岁的松下幸之助辞掉了在电灯公司干了7年的工作，开始创业。他知道属于自己的雨季来了，他得自己造一把伞。创业的艰难超乎想象。第一个难题就是资金。创业要钱，可他手上总共不到100日元，人手也没有。他找来一个过去的同事，又把妻子小学刚刚毕业的弟弟叫来帮，又把家里隔出一半做厂房，半间屋子，几个人不到100日元。这就是松下电器最早的样子。创业的想法有了，真正做起来才知道难。插头用什么材料，怎样才不容易坏，他们都没有现成答案，只能一次次测试。几个人反复折腾，终于做出一批产品。松下幸之助带着样品去推销，店主们看了又看，最后摇摇头说，这种东西以前没见过，不敢订货。他没有办法，只能继续跑，一家不买就去下一家，大阪卖不动，就带着样品去别的城市。可跑来跑去4个多月下来，销售额还不到10日元。一起创业的同事看不到希望就离开了。那段时间幸之助家里穷得揭不开锅，他和妻子梅枝把像样的和服拿去当铺卖了，连日常开销都要一分一分省，甚至连洗澡钱都要算计。可幸之助始终保持着敏锐的嗅觉，大生意往往藏在普通人每天遇到的不方便里。没想到就在幸之助的小工厂快要撑不下去的时候，转机来了。他们为了做插头反复试验合成材料，虽然插头没卖出去多少，
这项经验却被一家电风扇制造商看中了。对方正想把绝缘底盘从陶瓷换成合成材料，而且一开口就是1000个，这简直是一颗救命稻草。前面那些反复试过的材料，熬过的夜，终于在这一刻派上了用场。松下幸之助他们没日没夜的赶工，终于把这1000个绝缘底盘按时交了出去。这一笔算下来，他们赚到了80日元左右的利润。80日元不是大钱，但电风扇厂很满意，后来又追加订单，幸之助的小工厂就这样活了下来。这也让他更有信心继续改良原来的插头。后来他做出了双灯插头，这个小东西不复杂，却正好解决了普通家庭的麻烦。原本只能接一盏灯的地方，现在既能照明，还能再接一个小电器，这正好解决了普通家庭取电不方便的问题。产品一推出，很快就卖开了。机会常常藏在普通人每天都会遇到的不方便里。小东西只要解决真问题，也能做成大生意。可就在松下电器一步步打开市场的时候，经济环境突然变了。1929年，世界经济大萧条爆发，日本经济步履维艰，松下电器的货开始卖不动，库存接近爆仓，每一箱货后面都是材料钱、工资、借款和账期的压力啊！更糟的是，松下幸之助病倒了，坏消息一个个传过来，公司销量减半，库存爆满，资金紧张。那时候很多大企业都在裁员，于是也有人向他提出一个最现实也最冰冷的建议：裁掉1半员工。账面上看，裁掉1半人，工资压力立刻减轻，公司也许就能先喘一口气。可是松下幸之助越想越觉得不对。那几天外面一直下着雨，窗外的人来来往往，有人淋雨赶路，有人站在屋檐下抱怨。松下幸之助心中不禁感慨：下雨就要打伞，这句话简单至极，可真正难的是人在大雨来的时候往往会慌，会怨，会急着抓一个看起来最快的办法。可这不能解决真正的问题啊！松下电器面临的最大问题，真的是员工太多吗？不是。松下幸之助知道，真正压在公司身上的是仓库里那些卖不出去的货。人裁掉了，虽然工资省下来一点，但库存的问题还在呀。于是他做了一个决定：生产减半，工资不变，员工不减，但休息日取消，全员卖货，减少库存。这个决定让公司里的每一个人都非常感动。于是工厂上午生产，下午所有人出去卖货。过去站在车间里的人也背上产品去拜访客户，过去从没跑过销售的人也硬着头皮一家一家去敲门介绍产品。大家齐心协力，仅仅2个月，积压的库存就被全部卖空了，工厂也恢复正常运营。这件事之后，松下幸之助常说，经济环境没有绝对的好坏，经济好的时候东西确实容易卖，可一旦经济不景气，顾客花钱就会谨慎，会认真比较哪家的商品质量好，价格合理，服务可靠。这个时候，那些真正把产品做好，把顾客放在心上的商家，生意反而会更好。危机就是转机。1930年，松下电器进入收音机领域。那时候收音机就像一个新世界的入口，新闻、音乐节目都能来到普通人家里。可是当时的收音机有个麻烦，就是太容易坏了。
顾客买回家没多久就没声音了，只好拿回来退。懂技术的专卖店还能检查调整，可松下的销售渠道主要是普通电器店，店员不会修收音机，哪怕只是螺丝松了，线路接触不好，他们也不知道问题在哪里，只能把它当成残次品退回来。松下幸之助觉得，没有故障的收音机才能走进千家万户，要让顾客买回家一打开就能听，普通电器店卖出去也不用天天面对退货。可技术负责人一听就反对，收音机结构复杂，出故障很正常，最稳妥的办法就是只卖给懂技术的专卖店。两边谈不拢，最后技术负责人竟然带着一批人离开了。公司刚要开拓新业务，最关键的技术人才却离开了，这当然是一个打击。但松下幸之助没有打算退回老路，这件事反而让他更清楚，如果公司一碰到技术难题就指望别人来解决，那这门生意迟早做不长。关键的技术能力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。于是他对留下来的人说，收音机复杂不代表它就应该经常坏，就像手表那么小，里面有那么多零件，却能一天一天稳定的走。手表能做到，收音机就一定能做到。这句话让团队一下子有了方向。接下来大家开始一边拆一边试，哪些零件容易松，哪些地方容易出问题，结构能不能再简单一点，让普通电器店卖出去以后不用反复调试，顾客也能放心使用。3个月后，他们终于做出了一款符合要求的3球式收音机，还在当年的收音机比赛中拿了1等奖。松下幸之助把它装进新型外壳里，命名为当选号。后来松下电器继续提高品质，而且扩大生产，让价格慢慢降到更多家庭能够接受的范围。没过几年，松下就在收音机市场站稳了脚跟。从双灯插头再到收音机，松下电器的这些产品看起来都不华丽，却一件一件走进了普通家庭。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，松下幸之助越来越清楚，成功的企业不只是卖货挣钱，而是要把好产品做得像自来水一样充足便宜，让更多人用得起，让人的生活变得更方便。凭着这样的愿景，松下电器继续扩大，产品进入越来越多家庭，松下幸之助也逐渐成了许多经营者学习和请教的对象，被人称为经营之神。松下幸之助常常提醒后来的经营者，企业想长期服务社会，自己先要有抵御风雨的能力。经营企业要像修水库，雨水多的时候把水存起来，干旱的时候才有水可用。人才、技术、资金和管理都是一样。有一次，台下有人问，这样当然好，可您不告诉我们建水库的具体方法，只强调水库的重要性，又有什么用呢？现场一片安静，松下幸之助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，那种办法我也不知道，可是我们必须要有不建水库誓不罢休的决心。当年台下有一个年轻人叫稻盛和夫，那年他27岁，刚刚创办京瓷。多年后，稻盛和夫回忆这一刻，说松下幸之助的这句话深深震撼了他。他突然明白，具体的方法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，而是被那个无论如何也要做到的决心逼出来的。松下幸之助这一生遇过很多场雨，贫穷的时候他没有抱怨出身，而是去当学徒；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他没有急着裁员，而是带着所有人去卖库存；
回头看，每一步都像是顺理成章，可走在当时，没有一步是容易的。雨一直会来，重要的是雨来的时候看清问题，把该撑的伞撑起来。这就是松下幸之助的经营智慧。如果松下幸之助的故事对你有启发，欢迎留言给我，我们下期见。